洞察局势，开启视野。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。丹麦精锐进驻格陵兰，开启主权保卫。德国因关税威胁率先撤离联军。俄罗斯2025征兵指标全面崩盘。议员政治风暴正席卷北极圈。为了针对特朗普强势收购格陵兰的野心，丹麦政府已正式启动代号为主权保卫的紧急军事转进，将其在格陵兰的驻军规模从平时的100余人迅速增援至550人，并首度向该地区部署精锐战斗单位。根据相关报道，丹麦北极指挥部除原有的天狼星雪橇巡逻队外，也有超过100名接受过极地严苛训练的特种部队，随同陆军总参谋长进驻战略枢纽坎格尔路斯瓦克。此举旨在向美方释放主权不容谈判的强烈信号，通过实质兵力部署提升防御韧性。然而还来不及与特朗普交锋，欧洲内部就开始出现裂痕。原本由英法瑞典等国发起的北极耐力行动演训，在特朗普祭出高额关税重拳后遭到重挫。德国派遣的15人侦察小组在抵达格陵兰仅2天后便宣布撤回所有人员，尽管柏林声称任务已完成，但外界公认其诱因是特朗普威胁对德征收 25% 的惩罚性关税。据悉，特朗普已下达最后通牒，自2月1日起对丹麦及其盟友征收 10% 关税，若收购无进展，6月将升至 25%。除看中格陵兰的 AI 战略物资稀土矿产外，美方更意图构建完整的导弹预警体系。丹麦目前正提议建立北约多国轮调驻军，试图以此对抗美方的单边扩张，但以欧洲各自为战的现状，只怕丹麦的提议依旧是雷声大雨点小。而在千里之外的东欧战场，侵略者俄罗斯正面临兵源彻底枯竭的死局。据俄罗斯独立媒体及莫斯科内部数据证实，2025年俄罗斯合同兵招募率大幅下降。作为资源最集中的大都市，莫斯科2025年仅派出24,469名新兵，同比锐减 25%。要知道，2024年8月，依靠190万卢布的巨额补贴，莫斯科签约人数曾创下6940人的高点。但到2025年冬季，这一重赏已彻底失效，12月签约人数仅为879人，创下征兵机构成立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。不仅是数量，新兵素质也跌入谷底。消息人士形容，目前招募的申请者基本属于乌合之众，具备动力的理想主义者早已消耗殆尽。目前新兵主力为45岁至55岁，甚至55岁以上的高龄群体。他们大多因失业或严重的经济困难被迫参军，缺乏基本动力、学历与军事经验。为了强行填补战损缺口，俄罗斯国防部已下令无限度降低体检标准。患有慢性病、精神疾病的申请者现在一律视而不见，只有病毒感染者或涉及推翻政权罪行的人才会被拒绝。这种压榨到极限的征兵体制带来了很直观的结果。在克拉斯达诺尔一处军事指挥部，约100名因擅离职守而被拘留的士兵，在深夜强行突破围栏，实施大规模集体越狱。尽管当地执法部门封锁街道并抓获了大部分人员，但仍有3名士兵在逃，这标志着俄军基层士气已处于崩溃边缘。由于本土招募遭遇瓶颈，俄罗斯正公然违反国际法，秘密强征备战领土平民。南方防卫军发言人证实，俄军空降部队近期接收了约50名新兵，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被占领区卢甘斯克地区的平民。这种强迫被占领区民众对抗自己祖国的战争罪行，再次暴露了莫斯科在兵源问题上的穷途末路。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局势在变，真相不变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